是一场王牌与王牌的对决。当全红婵和陈芋汐作为对手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，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选手只能变成小迷妹，静静地看着这两位大神秀操作。外国跳水队煞费苦心研究的压水花技术，到了他们俩这里就是基本操作，直接将国外教练看得心服口服。这激动人心的比赛就是2023年跳水世界杯西安站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。此次中国队派出全红婵和陈芋汐参战，昔日的王炸组合今天将变成对手，一决高下。虽然今天参赛的其他选手实力也非常强劲，但很可惜注定要沦为全红婵和陈芋汐的背景板。首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萨库拉，她的第一跳选择5253，第一难度系数3.2。萨库拉的这一跳得到了72.00分。第二位登场的是英国选手斯托里尼，他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无愧是全红婵的好朋友，托里尼的这一跳得到了76.8分，展现了不俗的实力。随后就是我们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一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陈芋汐的状态不错，第一跳得到了85.5分。让我们来看全红婵的第一跳，同样是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完美一跳得到了87.00分。第一轮结束，全红婵暂排第一，陈芋汐排名第二。接下来是意大利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最后只得到了58.5分。同样的动作，在对比之下，你就知道中国队做的有多好。下面是英国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C 难度系数3.2，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小姑娘歪了歪脑袋，也是十分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。我们来看陈芋汐的第二跳，407，低难度系数3.2，最后得到了92.8分。全红婵的第二跳同样选择407， C 难度系数3.2。这一跳的空中动作十分漂亮，但是入水控制欠缺了一点，最后得到了83.2分。这一轮陈芋汐反超到了第一，全红婵以8分之差排在第二。要知道高手对决比的就是毫厘之间。我们来看意大利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52.8分。英国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67.5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三跳，226C， 难度系数3.3。稳定一跳，再次得到了92.4分。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三跳，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同样得到了92.8分。这一轮，两位中国选手以绝对分差稳稳占据第一，全红婵仅仅落后7分。现场的粉丝们也在为他加油打气。意大利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59.45分。英国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四跳，选择207C， 难度系数3.3。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得到了69.3分。此时全红婵反超的机会来了，她同样选择207C， 难度系数3.3。看来俩人对207C这个动作把握性都不大。全红婵的这一跳同样出现失误，只得到了69.3分。很可惜，这一轮全红婵并没有把握住机会，依然以7分之差排名第二。还剩最后一跳，到底是陈芋汐夺冠还是全红婵逆转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大利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4.00分。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后得到了81.6分。接下来就是陈芋汐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陈芋汐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稳稳的拿到了91.2分。此时压力来到了全红婵这里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裁判同样也给了91.2分，恭喜陈芋汐。不过全红婵之所以被大家喜欢，不仅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实力，更重要的是底层出身的她拥有着一颗不服输、打不到的大心脏，杀不死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让我们给全红婵加油点赞，同时也为陈芋汐点赞，你们都是好样们。杭州亚运会近在眼前，两朵跳水的小花仍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。在最新的采访中，两人也被单独问到了很多问题，其中陈芋汐的语言组织能力越来越出色了。
可以概括为3个问题：是选择跳水这条路的起因是什么？陈芋汐的答案是3岁看到08年奥运会领奖式种下了种子，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看到姐姐哥哥他们能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。第2个是东京奥运会无缘金牌后的感受，陈芋汐表态有哭过，但只是一种释放。第3个是对全红婵的看法，陈芋汐表态不意外她的出现，也感谢她的出现。然后我们俩也是原森竞争，而且她的出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吧。我会更加要求自己，然后去进步去努力吧，去追上她的脚步嘛。反观全红婵的采访很简短，也从镜头中她闪躲的眼神中能清晰的感受到她还不适应这样的阵仗。有2个问题，一是东京奥运会上的感受，全红婵表态以为就像全国大赛一样，另外对东京的饮食吃不惯。2是成名后的感受，全红婵表态很不太适应，感觉做啥事，然后就觉得有很多目光都在盯着你，出去玩之类的都害怕，感觉想有点私人空间吧。